今日影评争论电影，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丽。他是穿越无声世界的律师李琦，在利益与良知的钢丝上行走。他仅凭声音演绎曹操，用嗓音勾勒一代枭雄的理想裂痕和抱负雄心。刚刚过去的国庆档，青年小生谭健次以两种多面极致的角色打破时空界限。在《震耳欲聋》当中，我会给他打出9分；而在《三国的星空》当中，会给他打出6.5到7分这样一个分值。作为唱跳偶像出身、跨界表演领域的谭健次，在这些年的演技打磨中，完成了怎样的自我蜕变？一起听听中央戏剧学院的李红教授对其的表演解析。那我们先来说说《震耳欲聋》当中谭健次的表演，我们捕捉到了网友们字里行间的关键字眼啊，比如说在线。太好了，谭健次演技大上，影帝之实。从您的专业的表演的角度，您觉得他的表演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之上呢？我也是非常肯定他在这里边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的，把这个人物的原生家庭，然后到他的生存策略，再到名利的驱动，再到最后这种良知以及自我的认同，我觉得他非常清晰的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给我们剥开。其中有一层就是他的原生家庭，他是出生于一个聋哑家庭，但是他是一个健听人士，所以他很天然地站在了两个世界的中间。这种原生家庭就变成他后面不管是从职业还是从伦理当中挣扎的一个我觉得底层逻辑。第二个层次就是他是一个地摊律师，在这种弱肉强食自然法则之下，他有一种自我的职业防御，比如说他有狡黠的一面。帮不了，我1小时2000。到了第3个阶段，满足了一般意义上的那个成功，回避自己过去的那种身份。什么叫也是听不见？我听不见吗？但是他又始终被这种良知所牵引着。我要自己过。他跟小蕊在街头的一场争吵戏，我们既看到了他急于要达到成功，但是他的表演当中又铺设着一层自我的那种叩问和挣扎。从我出生那天开始，我每天都说话，没有人听得见。恰恰有了这样的一些过渡性的戏，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最后真正成为一个用沉默的语言发出震耳欲聋声音的这样一个辩护律师。自己做自己的英雄。那我们也留意到，目前围绕谭健次的表演呢，还有一些觉得他表演用力、油腻的批评。您会怎么看待这些质疑的声音呢？大家之所以说他油腻或者是过度，是不是因为他的几场戏情感情绪都过于饱满？就是我们去看表演的时候，我们去衡量他是不是过，这里边有一个标准，就是他是在炫技，还是说他的情感逻辑、他的人物的逻辑走到这儿了？我觉得他的每一次爆发都是在这个人物的发展逻辑里边的，属于他到了他的情感的节点或拐点，或者他的情感崩口。那么比如说电梯里的那一场戏，当他的合作伙伴告诉他要退出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发火，他其实是压抑的。导演在这场戏里边设置了一个非常好的我们所谓的规定情境或场景，这个电梯的狭仄和他生活当中生活在来自于底层或来自于原生家庭的那种身份，其实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互文关系。我现在就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有错吗？他有了一个欲扬先抑，他有了那个压制，才有了后边的喷发。而且他这个过程当中是通过比如说肩膀，他的身体一直是向前倾斜的，以及他那种肌肉的那种紧绷，这些都不是完全就是脱离于这种情感之外的一个表演。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就可以跟他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你把话给我说清楚，我怎么跟他们同流合污？你现在所作所为，你别跟他们沆瀣一气，我就跟他们沆瀣一气，怎么了？我现在就想像一个人一样站在32楼，大声说话。又怎么了？我要大声说话，我觉得这句话就是都是一语双关，把他内心里积压了多年的那种情绪在这里边就是给爆发出来了。非常能共情李琦的，我们不去刻意的煽情，就是想一切用最真实、最自然的一个反应跟观众说出我们的故事。我们要发声，发声。
说完了李琦这个角色，最近谭健次还拥有一个新的称号，叫做三国 boy。之前在剧中出演过司马昭和曹丕，这一次他在《三国的星空》当中是用声音重构了曹操这一历史人物。您觉得他以声入三国局表现的又如何呢？我刚才给出的分数，可能很多人可能会不满意。刚才分析李琦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多个层次的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我恰恰在三国的星空里边，我不满足的就在于我看到的人物形象塑造的有点扁平化。那是谭健次的问题还是曹操的问题？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也在发出同样的问题。别来无恙，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形象里边，他更多的是在强调他作为武将的那个粗犷的那一面，所以他的整体的声音是比较低沉的，然后语言的节奏整体来说也是比较缓慢的。要下战表吗？但是我不满足就在于他只做出了人物的这一面，其实应该看到他精神世界的那个转变。包括他是建安文学的创建人，我觉得他是豪放的，是悲壮的，是悲凉的，是深沉的。这简为是无论如何用字暗示。因为本身配音的难度肯定比直接面向镜头要难，因为这是看不见表情的一个表演，尤其是他是一个很会用微表情、会用眼神、用嘴角、用这样的细微的表情去表达情感的一个演员。那么等于是拿掉了他的一只手，所以我想在这个表演里边，表演难度肯定是更大的。那么未来如果说有第二部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我更多的是希望看到这个角色的一种多个层面，或者在不同的场景里边情感的一种起伏。吾往矣！我一直觉得谭健次应该说是一个很有野心的演员，他是一座火山，他随时在等待着爆发。最早他的作品是可以追溯到2009年，但是我真正看到他是在军事联盟当中，他饰演司马昭。那么后来我又看了他的长相思以及几个电视剧，我看到他每一步都是扎扎实实的走过来的。那么未来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他逐渐走向成熟，需要怎么做到收放有度。祝福像谭健次这样的青年演员，我觉得他们未来有一个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因为他们代表着中国电影表演的未来。只能自己做自己的英雄。